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2021年的5月8号，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，特斯拉 CEO 马斯克作为嘉宾主持登场。主持人问他 This is a dollar, right? It's real. Sorta. Yeah, Sorta okay. real. Yeah. So what is Dogecoin? Well, it actually started as a joke based on an internet meme. But now it's taken off in a very real way. Oh, so it's a hustle. Yeah, it's a hustle. Why didn't you say that, man? Doge father, everybody. It's a hustle. To the moon! 这句话一出，Dogecoin瞬间暴跌30%，数十亿的美元市值瞬间蒸发。但讽刺的是，就在几天前，同样是马斯克的一条推文，让狗狗币从0.05美元暴涨到了0.73美元，涨幅1460%，无数人一夜暴富。这个就是民币的魔力，它可以让你在1周之内把1000美元变成100万美元，也可以让你在1个小时之内把100万美元变成0。2024年，meme币的疯狂再次席卷了整个加密世界。佩佩币、青蛙表情包3周涨幅1000%，卫富币戴帽子的狗市值突破了40亿美元。Bonk 柴犬 meme 上线30天涨幅300%，这些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代币总市值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，比很多传统上市公司还要高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meme币从诞生到爆发的完整历史。你将会了解meme币是如何从开发者的玩笑变成上千亿市值的，为什么人们明知道它是空气币还要疯狂的买入，meme币背后到底是财富的密码还是收割的陷阱，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你该如何看待这场疯狂。在讲meme币之前呢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是 meme。这个词儿呢，最早不是来源于网络，而是来自于一本书。1976年，英国的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里边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。meme 源自于希腊语 mimema， 意思是被模仿的东西。它指的是一种像病毒一样在人群当中快速传播的文化符号。比如说，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 Keep calm and carry on 这句话。它最初是2战时期英国的宣传标语，几十年以后呢，却被无数人模仿改编，变成了恶搞的海报，流行于全球。这个就是 meme 的本质，它不需要解释，只需要看到就能够懂。在互联网的时代， meme 的力量被无限的放大了。比如说 Pip the Frog 最初只是漫画家 Matt Fury 的作品，后来呢，成千上万的网友给 Pip 加了各种表情和台词，每一次转发都是新的变种。meme 之所以能够病毒式的扩散，就是因为它不属于每一个人，而属于所有人。为什么 meme 的力量在 Web 2.0 时代被无限的放大了呢？第一，传播的速度变得极快。以前一个梗要靠报纸和电视传播，要传好几年，现在呢，一条推文几个小时就能够传遍全球。第二是人人都能够参与，不需要明星，不需要媒体，只要你愿意转发，你就是传播者。第三是社交网络放大情绪共鸣，一张狗头图，一句哈哈哈就能制造全球的共识。而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边， meme 不再只是玩笑，它变成了财富。Dogecoin、Pepe、Wave 他们没有技术优势，没有商业模式，靠的就是共识和情绪。社区的情绪越强，传播的速度就越快，价格的波动也就越疯狂。一句话总结， meme 是文化病毒，而 meme 币是把情绪直接变成了价格的武器。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，那一年呢，比特币刚刚突破1000美元，加密货币开始进入了公众视野。但问题也出现了，各种山寨币泛滥成灾，每天呢都有新币上线，声称自己要超越比特币，下一代的支付工具，革命性的技术突破。但实际上99%都是骗局，复制比特币的代码，改个名字就开始圈钱。2013年的12月6号，两个程序员 Billy Marcus 和 Jackson Palmer 决定嘲讽一下这种乱象。他们说，既然大家都在发空气币，那么我们就发一个最空气的空气币，连白皮书都不写，
就用网上最火的 meme 的表情包 Doge 呢是一张日本的柴犬的照片，配上彩虹的文字 Much War So Crypto Very Cool。 这张图当时在网络上病毒式的传播，于是呢 Dogecoin 狗狗币诞生了。两个人花了3个小时复制了比特币的代码，改了几个参数，总供应量无限，不是2100万，出块时间1分钟，不是10分钟，挖矿难度极低。然后呢他们就发布了，没有 ICO， 没有融资，没有白皮书，没有路线图，就是一个纯粹的玩笑。但神奇的是它火了， Reddit 的网友开始疯狂地讨论狗狗币，有人拿它打赏创作者，有人用它来做慈善，甚至为牙买加的雪橇队筹款，还有人用它来赞助 NASCAR 的赛车。 Dogecoin 的社区变得异常活跃，因为它没有严肃的包袱，不需要谈技术，不需要看白皮书，就是一起玩一起疯。到了2014年的年初， Dogecoin 的市值突破了6000万美元，很多人开始震惊，一个玩笑也能有价值。创始人 Jackson Palmer 回答，我们从来没想过它会涨这么多，这只是一个笑话，如果你认真了，那么你就输了。2015年 Palmer 离开了项目，他在博客里边写道，加密货币圈里边充满了贪婪和欺诈， Dogecoin 本来就是用来嘲讽这一切的，但现在呢它也被炒作吞虐了。他离开了，但狗狗币还在继续，这个玩笑并没有结束，反而呢它才刚刚开始，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，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价值不一定来自于技术，也可以来自于 meme， 来自于社区，来自于共识。这个逻辑为之后的命币的大爆发埋下了伏笔。但在之后的几年，命币陷入了沉寂。2015年到2020年 Dogecoin 的价格始终徘徊在 0.001 到 0.05 美元，没有人关注，没有人炒作，很多人以为它已经死了。直到2020年，一个男人出现，改变了一切。2020年的7月18号，马斯克发了一条推文，狗狗币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加密货币，配图是 Dogecoin 的表情包。这条推文改变了 Dogecoin 的命运。推文发出以后， Dogecoin 单日暴涨 20%， 市场开始关注马斯克为什么会喜欢 Dogecoin 呢？他会不会继续推广？然后马斯克真的继续了。2021年的2月4号，他继续发推 Dogecoin People's Crypto， 狗狗币是人民的加密货币。Dogecoin 单日暴涨 50%。2021年的4月1号，注意这一天是愚人节，他继续发推 SpaceX going to put a little Dogecoin on the little moon。 SpaceX 要把真正的狗狗币送上真正的月球。Dogecoin 再次暴涨 30%。2021年的4月15号，马斯克发了一张到着狗登月的图，配文 Dogecoin barking at the moon。 Dogecoin 的价格从 0.05 美元飙升到了 0.45 美元，涨幅 900%， 市值突破500亿美元，超过了福特汽车的市值。一时间全世界都在谈论 Dogecoin， 散户疯狂的涌入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财富的密码。有人用1000美元买入了狗狗币以后，几周以后变成了100万美元。有人呢从负债累累变成了百万富翁。这些造富神话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传播。Reddit 上 Dogecoin 的社区订阅人数从10万暴涨到了200万。TikTok 上无数的博主开始发视频，如何购买 Dogecoin。 Dogecoin 会涨到1美元吗？ Dogecoin 会让我实现财富自由吗？甚至连传统媒体都开始报道。纽约时报 Dogecoin 的崛起反映了散户的反叛。华尔街日报 Meme 的文化正在颠覆金融市场。 CNBC 马斯克的推文比美联储的政策还管用。 Dogecoin 从一个玩笑变成了全球的现象，但高潮出现在了2021年的5月8号。马斯克作为周六夜现场的嘉宾主持，全球数百万人守在屏幕前，期待他再次喊单 Dogecoin。 狗狗币的价格在节目前冲到了 0.73 美元，创历史新高，市值接近1000亿美元。但在节目当中，主持人问他 Dogecoin 到底是什么？ But what is it, man?
I keep telling you, it's a cryptocurrency you can trade for conventional money. Oh, so it's a hustle. Yeah, it's a hustle. It's a hustle， 这是一个骗局式炒作。虽然它只是开玩笑，但市场可不这么认为。Dogecoin瞬间暴跌30%，从0.73美元跌到了0.5美元。几天以后呢，跌到了0.3美元。在几周以后，跌到了0.15美元。那些在高点买入的人亏损80%，造富神话变成了噩梦。Reddit 上到处都是哭诉，我在0.7美元买的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把房子都抵押了，全仓狗狗币。马斯克毁了我的人生。但讽刺的是，马斯克并没有停止发推文。2021年的5月13号，他又继续发推，正在和狗狗币开发者合作，提高交易频率。Dogecoin再次暴涨20%，然后呢，几天以后又跌回去了。这种过山车式的行情成为了 Dogecoin 的常态。马斯克的每一条推文都能够引发市场剧烈的波动。有人把这个叫做推特制币 （Government by Tweet）， 一个人的言论可以操纵数百亿美元的市场，这个是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。但 Dogecoin 的故事也给后来者上了重要的一课。Meme 币的价值不在于技术，而在于社区的狂热、名人的背书、FOMO 的情绪的传播。这个模式被无数后来者复制。Dogecoin 的成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，无数人意识到发币不需要技术，只需要一个 meme 和一个社区。于是 meme 币进入了大爆发的时代。第一波是柴犬币 SHAPE。2020年的8月，一个匿名的开发者 Roishi 发行了 SHAPE， 口号是 Dogecoin Killer， 狗狗币的杀手。同样用柴犬币 meme， 但营销呢更加激进了，总供应量1000万亿枚，50%的代币直接打进了 Vitalik 以太坊创始人的钱包。社区自称 SHAPE Army 柴犬军团。2021年的5月 ，Vitalik 突然宣布将收到的 SHAPE 捐给印度新冠救助基金，价值10亿美元。然后呢，把剩下的 SHAPE 全部销毁。这个举动让 SHAPE 暴涨，因为供应量骤减。从2021年的1月到10月 ，SHAPE 涨幅高达450000000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4500万倍。如果你在2021年初投资100美元，到10月的时候，你会拥有4500万美元。无数人因为 SHAPE 一夜暴富，一个护士用8000美元买入 SHAPE， 几个月以后变成了580万美元。一个大学生用1000美元买入 SHAPE， 变成了100万美元，提前还清取贷。这些故事在网络上疯传 ，SHAPE 的市值一度超过400亿美元，进入了全球加密货币市值的前10。第二波是2024年的 meme 币的狂潮。2021年牛市结束以后 ，meme 币陷入了沉寂，但2024年他们又回来了，而且更疯狂。2023年的4月，一个开发者用经典的 meme 佩佩 Frog 发行了佩佩币，没有白皮书，没有路线图，只有一句话 ：Make meme coins great again， 有点特朗普的意思啊。上线3周，涨幅21000%。市值16亿美元，有人用250美元买入，3天以后卖出，获利100万美元。Wave 币戴帽子的狗。2023年12月 ，Solana 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meme币 Wave， 图标是一只戴粉色针织帽的狗，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，就是可爱。上线3个月，市值突破40亿美元，涨幅3000%。Bonk 柴犬 Bonk。2022年的12月 ，Solana 生态链上推出了命币 Bonk， 空投给 Solana 的早期用户。上线的第一天暴涨3000%，一度成为 Solana 链上的交易量最大的代币。更多的狗系与猫系命币出现，导致Floki、Baby Doge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甚至连猫也不甘示弱。Catcoin 猫币、喵币、Pussy 币，到了2024年底。命币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种，平均每天有数千个新的命币诞生，总市值超过了1200亿美元。但这些命币有什么用呢？答案是什么用都没有。它们不是支付工具，不是智能合约平台，不是 DeFi 的协议，它们只是命，一张图片，一个笑话，一个社区。
但就是这些没用的东西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市值，让无数人一夜暴富，也让更多的人倾家荡产。因为命币的另外一面，99%最终都会归零。在命币的造富神话的背后，是更多的破产的故事。因为在这个市场，10%的人赚走了90%的钱，而90%的人亏掉了所有的本金。最普遍的现象是 rug pull 卷款跑路。什么是 rug pull 呢？就是开发者发币以后，等散户买入，然后突然抽走流动性池里边的资金跑路，散户手里的币瞬间变成了废纸。2021年有一个叫做 Square 的命币上线，它蹭了韩剧鱿鱼游戏的热度，上线一周从0.01美元暴涨到了2861美元，涨幅28.6万倍，无数人冲进去，但突然开发者抽走了所有的流动性，价格瞬间归零，从2861美元跌到了0.0007美元，开发者卷钱跑了，散户呢1分钱也拿不回来。类似案例数不胜数。SafeMoon 开发者抽走了2亿美元 ，Floki 多次 rug pull 损失上亿美元 ，CatGo 上线仅3天，开发者跑路。据统计，2021到2024年间 rug pull 导致的损失超过了28亿美元，而这个还只是被统计到的，还有无数的小型的 rug pull， 几万美元、几十万美元，根本没有人关注。现象之二是内幕交易与老鼠仓。很多的命币看起来是社区驱动，但实际上呢，代币分配极度集中。举个例子，某新的命币上线，声称公平启动无欲望，但链上数据显示前10个钱包持有90%的代币，而这些钱包里面呢，其实是同一个人控制的。他们的操作是：第一步，低价吸筹，没人关注的时候自己买入大量的代币，或者是根本就是他们自己开发的。第二步呢，营销炒作，找 KOL 喊单，制造 FOMO， 这个币要涨100倍，错过这个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第三步，散户接盘，散户看到涨幅疯狂的买入，价格被推高。第四步，庄家砸盘，价格到高点，庄家开始抛售，几分钟以内倾销数百万美元的代币，价格瞬间崩溃，散户被套在高位。这种套路呢，在命币的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。数据显示，命币的平均寿命只有7天，7天以后呢，90%的命币价格跌幅超过95%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命币没有基本面，没有收入，没有产品，没有用户，价格完全靠情绪来驱动。FOMO 来了暴涨， FOMO 退了暴跌，而情绪是最不稳定的东西。今天大家还在喊这个币要涨100倍，明天呢就变成了快跑，庄家在砸盘。现象之三，名人割韭菜。还记得马斯克吗？他的推文能够让 .com 暴涨50%，也能让它暴跌30%，但没有人知道马斯克持有多少的狗狗币，他会不会在喊单之前就提前买入呢？喊单以后再抛售呢？但有些名人就更加露骨。2021年拳王弗洛伊德·梅维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命币，声称自己重仓买入，散户呢疯狂跟进，币价暴涨。几天以后，链上数据显示，梅维瑟在推广之前早已卖光了代币，他割的就是粉丝的韭菜。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，某说唱歌手推广命币，上线即巅峰，随后归零；某网红带货命币，涨幅1000%，再跌99%；某运动员代言命币，项目方跑路，粉丝血本无归。这个就是命币市场的真相，表面上是散户的狂欢，实际上是庄家的盛宴。真正赚钱的是最早进场的人，是庄家，是操盘手，是那些快进快出的职业玩家。普通的散户，对不起，只是炮灰。那么命币的未来会怎么样呢？说了这么多的命币的黑暗面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命币会不会消失？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，不会，而且它可能会越来越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2024到2025年的现状。第一呢，命币已经成为市场的一部分。2024年命币总市值超过了1200亿美元，占整个加密市值的5%。.com、Shape、PayPay 市值都在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之间。这些笑话市值比很多严肃的项目还高。而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，1/3的交易
都来自命币。第二呢，机构也开始入场。过去机构看不起它，现在风向变了。富达在报告当中列出了 Dogecoin，Coinbase 推出了命币指数，一些基金经理开始配置命币，不是因为信仰，而是因为它流动性强，波动大，好交易。3年前没人敢想，但如今呢变成了现实。第三，命币的社群价值，很多人不买技术，买的是身份。持有 Dogecoin， 你就是 Doge 阿美；持有 SHIB， 你就是 SHIB 阿美。这个就像你买了 Supreme 的 T 恤，不是为了保暖，而是为了归属感。命币就是加密世界的 Supreme。第四，命币开始进化，早期只是笑话，现在呢，有些项目开始加新的功能，比如说 Bang 推出了支付和 NFT，Floki 做元宇宙游戏 ，SHIB 搭建2层网络。虽然用的人不多，但至少它在尝试。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我认为可能会有3种的走向。第一是极化的分层 ，Dogecoin、SHIB、Pepe 等头部项目会留下，成为加密文化的象征，而绝大多数的命币会在1年之内归零。第二，监管收紧，随着骗局增多，监管机构会介入，一些币会被认定为证券，需要注册、披露、合规，野生项目会被清理。第三呢是成为投机层，就像股市的垃圾股，命币呢会成为高风险玩家的乐园，它不会消失，但也不会成为主流。就像赌场，永远都有人会去。看完命币从2013到2025的故事，有人可能会问，我可不可以买命币呢？如果你是普通的投资者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命币不是投资，是投机。投机没有错，但你要知道自己在玩什么，它能够让你暴富，也能够让你破产。另外呢，要特别警惕共识的陷阱。当你看到社群在喊我们是家人，永远不卖，请立刻警惕。真正的共识不是口号，而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喊得最响的人，往往已经在跑路了。还有就是文化不等于价值，命币是一种文化，象征反叛、幽默和自由，但文化能传播，却不代表能够涨价。再有就是看链上的数据，骗局都藏在链上，看看前10地址的占比，看看流动性的锁仓，看看开发者有没有在抛售。别只看 Twitter 的热度，链上的数据不会说谎。最后呢，别恨也别信，命币的世界有笑话，也有信仰，有骗局，也有传奇。如果你能从中学到点什么，那它就有意义。不是因为你赚了钱，而是因为你看清楚了财富追逐情绪，情绪追逐故事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加密星球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，你有没有买过命币，赚了还是亏了？你觉得命币的未来会怎么样？记住，你可以玩，但不要当真；你可以赌，但别上瘾。这里是加密星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